长这种面相的人，要么无情，要么虚情假意。为什么说在你的面相里面藏着你一生的命运呢？这究竟是科学还是玄学呢？前段时间关于人贩子余华英的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余华英因为多年来拐卖了17个儿童，被网友称为人间恶魔。他的案件瞬间引发了网友们的公愤，许多人开始对余华英的面相进行分析。有人就发现余华英的冠骨高凸无肉，长着一对三角眼，而且眼神极为刻薄，是一个典型的恶人恶相。难道天生犯罪脸真的存在吗？其实早在1876年，意大利犯罪学家伦博罗梭就通过研究这一问题提出了天生犯罪人形的概念。他曾在一次解剖罪犯的过程中，发现一个罪犯的头骨有一个明显的凹陷处，头骨特征类似于猿人这种低等动物。他发现这个罪犯存在着明显的反祖特征，于是他又研究了3000多名罪犯的头盖骨和观察了1000多名罪犯的面相特征，在进行病理学剖析问题后总结出了70多种天生罪犯的人的外貌特征。大多数天生罪犯人会有扁平的额头、眉骨隆起、眼窝凹深、大颌骨等特征。虽然伦博罗梭的天生犯罪理论一经发布就遭到了社会的抨击，但在当时也的确为犯罪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颖独特的视角。不仅如此近些年来的研究也表明，面相与性格之间存在着某种的关联。2016年上海交通大学的吴晓林教授通过面部图像的分析，发现罪犯面部特征和普通人有所不同。罪犯的眼睛通常较小，嘴巴较小，且嘴角下垂，甚至人中线条比一般人明显。但这些理论也并不是绝对的，也有些看似坏相的人实际上没有走上犯罪的道路，而一些面相被认为很好的人反而会做出不道德和违法的事情。事实表明，单纯的去看面相是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和命运的。外表可能反映一些人的性格特征，但决定一个人命运的绝对因素还是他个人自己的选择。可面相又是两个陌生人见面时初步判断对方的留下第一印象的重要依据，所以无论是谈恋爱还是交朋友，双方的第一印象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好的面相能让人在初见之时心生好感。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养出一个好的面相呢？中医养生为何建议先养面相呢？刷到绝非偶然，留下4个字：感恩生命，你将是有福之人。面相不只是五官的组合，更是内心世界的外在映射。一个人吃过的东西、经历过的事情、内心的情绪、情感等等，时间一久都会在你的脸上留下痕迹。如果你想要别人在与你初见之时心生好感，首先要学会怎样养好一个面相。一个好的面相其实并不是由五官决定的。我们就拿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来举个例子现在可能会没有人说马云丑，但他在年轻时确实被同龄人当成丑陋的代表。如果单从五官面相来看，马云的鼻子确实是弱项，鼻头不饱满，额头也不是很平，甚至给人一种贫困的感觉。根据传统面相判断，这样的面相是标准的漏财现象。他的一生应该是穷困潦倒的，但正是这个五官凑一起都不行的马云，最终却成了全国最有钱的人之一。所以说好的面相不一定是外表器官。虽然马云的外表不是特别的突出，但他的精神气格格外的强大。丑陋的外表并没有让他胆怯，而且心思缜密的人做事从不放弃。也正是马云这种坚定的决心，才让他最终获得了成功。所以说一个人的五官好不好看，并不能代表他面相不好。道德中曾记载孔德之容，唯道是从。意思是一个人的面相往往代表着他内心的表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相由心生。好的面相能够让人在初见之时心生好感，久而久之会更加温暖柔和。所以说你要学会养好一个面相。第一步，养面先养心，从滋养心灵开始，心存善念，常怀慈悲。我们要时刻保持心情的愉悦，每一次发愁，眉头的皱纹就会加深，每次生气，眼底的戾气就会更浓。而且每一天都要留一点时间做一些能够让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和别人发生冲突时尽量要克制自己，避免情绪化。第二，在睡眠中去养面相，去消除白天的情绪留在脸上的表情，不要带着情绪睡觉。我们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在睡眠中度过，所以睡眠时的面部肌肉记忆很重要。睡眠前要让自己的心慢慢的放下来，
放松全身成一个大字形，可以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心情愉悦，摆脱白天的束缚，然后自然入睡。第三，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饮食、适当的运动和充足的睡眠，能够为你的面相提供一个最基本的滋养，让你的皮肤光滑细腻，面色红润。所以想要养好你的面相，请记住，只要身体处于健康的状态，你的面相才能呈现最佳的状态。感恩生命，感恩自己，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面相，做一个有福之人。